这刺青究竟牵连着什么？喂，秦明啊，这案子能破，多亏了你啊！没你的话，咱们还不知道要下班还多久呢。客气了，分内事而已。哎，秦明，你怎么了？我不是已经死了吗？小明，你终于醒，你吓死姐姐了，你知不知道？姐姐，这身体，小孩。昨夜，我国著名法医秦明于家中遇害，秦教授生前屡破奇案，他的离世是法医界的重大损失。所以，我是死了，还穿到了个小孩身上。小明，你怎么了啊？小明，你别吓姐姐，别吓姐姐！我现在叫医生。喂，王主任。今天你困不？还没给你算账，这都几点了？不想干就直说。对不起，王主任，我弟他刚出车祸，他一个人在医院，我实在不放心。我不管什么理由，限你1小时必须到岗。小心脚下，对不对？跟我来这边。这边，是。保留证据。陈队，王主任，不好意思，我来晚了。秦璐，这是案发现场，你当这是菜市场吗？怎么还带个孩子？主任，不好意思啊，我弟他刚出院，他实在没人照顾我才……那也不行，赶紧把他带走。算了，老王，让孩子站远点，别乱动东西就行。你赶紧帮大家忙过去。谢谢陈队，千万不要乱碰东西，知道吗？陈队，从现场遗书来看，确实是自杀，不过应该是为情所困。唉，可惜了，这么年轻。不对，谁说他一定是自杀的？谁说他一定是自杀的？秦璐，这是怎么回事啊？别让你弟弟在这添乱了。我没有添乱。好，那你告诉我，案发现场没有闯入痕迹，死者无外伤，桌上有遗书，初步体表特征符合一氧化碳中毒，这难道不是自杀吗？小朋友，你知道一氧化碳中毒是什么意思吗？小明，你别捣乱了。主任，他这刚出院，这脑子还不太清醒。你从事法医工作多久了？15年，怎么了？唉，15年法医，居然连这么基本特征都发现不了。建议你以后下结论还是慎重点吧。你这……老王，别急。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呀？今年几岁了？秦明，8岁。哦，既然和那位大法医同名，那你能不能告诉叔叔，你为什么觉得他不是自杀呢？你是不是看到了什么不一样的东西？其实线索始终就摆在你们所有人眼前，只是你们视而不见罢了。哎，不是陈队，难道你真的要听一个小孩子的瞎扯吗？樱桃红色皮肤是典型的一氧化碳中毒体征，结合现场情况，自杀的推断合情合理。我们这么多专业人士的判断，难道还比不上
一个小孩子的臆想吗？法医的第一要义就是为生者权，为死者言。武断的结论是冤案滋生的土壤。更何况，他已经亲口告诉我，他是被谋杀的。你们大家都听听啊！这个小孩说，死者是亲口告诉他的。秦洛，你弟弟的脑子是不是撞坏了？赶紧带他离开，别让他在这妨碍公务。小明，你别胡闹，跟我出去走。等一下，老王，为生者权，为死者言是我们的天职。或许这孩子真的发现了我们都忽略的东西。喂，陈队，你好，行，今天我就让你说，我倒要看看你能说出什么话来。小千明，你说说看，他告诉你什么了？他说，这里的一切都是被精心布置成自杀的样子，但真相是，他是被冻死的。冻死？冻死？小子，你知不知道现在是什么季节啊？来，你告诉我，在这种温度下，他是怎么把自己冻死在家里的呀？还尸体会说话？你让他说话呀！你现在让他坐起来，告诉我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简单，我教你。小杜，在呢，主人。请给他们描述一下一氧化碳中毒的死亡与低温冻死在皮肤颜色上的区别。胡闹！靠一个电话手表就能判案？哼！我知道你很急，但是你先别急，先听听小杜怎么说。一氧化碳中毒致死的尸体，由于碳氧血红蛋白形成，皮肤常呈现特征性的樱桃红色；而冻死尸体，由于低温导致毛细血管收缩及后续反应，皮肤通常呈现一种更为鲜明的鲜红色。这红色确实有些不同寻常。主任，死者不会真是冻死的吧？荒唐！单凭肉眼，在这种光线下，怎么能区分清楚樱桃红和鲜红？这是最顶级的法医才能做得出最细微的判断。他，一个8岁的孩子，他懂什么呀？他。我们调查了徐娇娇的近况，死者最近因为感情问题，情绪低落，有明确的自杀倾向，而且有遗书。如果按照你说的是冻死的话，那这房间里根本不存在这样的环境，这怎么解释？所以我说这不是自杀，而是他杀。小明，这种话你可不能乱说。姐，我没有乱说。你说是他杀，但他的遗书可是他本人的字迹，定时报警电话留的也是他的，种种证据都指向了是自杀呀。哼，那些恰恰是凶手希望你看到的答案。答案？看他的鞋。鞋怎么了？这不是穿得好好的吗？建议你先去配一副眼镜。这鞋左右穿反了。穿反了又怎么了呀？一个想要自杀的人，在精神恍惚下穿错鞋很正常。那么，他手腕内侧的约束伤也不稀奇吗？那他可能是死者生前有自残行为，那是伤口未愈。自残伤口多为切割或划伤，创面开放，而这是典型的约束性擦伤，由粗糙绳索捆绑造成。你15年的经验，难道分辨不出？好，就算你分不清，那你知道反常脱衣现象吗？人在濒临冻死的时候，血液涌向四肢，会出现虚假的灼热感，从而下意识地脱掉衣物，这是冻死尸体常见的方法之一。可是他呢，又没有脱衣服。等等，难道是？老王，
你说到底什么情况？如果这个小秦明推测成立的话，那么整个事情的过程就应该是死者被置于极低温环境中濒临冻死，就出现了反常脱衣行为。但凶手为了掩盖冻死的事实，又重新给他穿上了衣服，在慌乱中穿错了鞋。所以，这只能是谋杀。在现场报告出来之前，一切都是推论。秦璐，你去和家属沟通一下，说明一下情况，让他们积极配合一下。好，那我弟弟……放心吧，我们会照看的。小张，跟我走。哦。我也叫你小明，可以吗？小明，叔叔很好奇，为什么我们所有人都没有发现的细节，你一下子就看到了呢？大叔，死去的人也是有表达的，有时候这种表达比活人更可信。我们要做的就是仔细倾听。倾听。综上所述，我们法医要做的就是倾听，为亡者开口，为正义发声。说得好。是的，说得好，你很像叔叔认识的一个人。谁？一个很了不起的人。那就让我们看看你分析的对不对。陈队，最新的检验结果出来了。这怎么可能？初步检验分析，死者血液中未检测到一氧化碳，心脏血液分析和病理特征均符合冻死诊断。竟然真的是冻死的。现代的自然环境下，能达到冻死人的程度，至少要低于零下20度的持续低温，要么是野外的极端环境，要么大型冷冻设施。看他指尖，这些撕裂上有红斑，这很可能是他在密闭的空间中求生时剧烈挣扎，爪挠坚硬内壁造成。凶手在他死亡后才将尸体转移至此，精心布置成自杀假象。立刻组织人手，以现场为中心，排查3公里范围之内所有具备大型冷冻和低温储存能力的场所。是。秦璐，你弟弟不简单呐，你平时没少教他呀。陈队，我真没教过他这些。年轻人不用那么太谦虚。你弟弟不是刚出院吗？回去好好休息一下吧，有什么事我会通知你的。好，走。看什么呢你？这眼睛都快贴屏幕上了。姐，昨天的案子怎么样了？人抓到了吗？锁定了一个犯罪嫌疑人，有动机，也有作案条件。哎，不过这些都不是你个小孩子该操心的事儿。我去给你切点水果啊。姐，不对。什么不对啊？你们抓错人了，他不是凶手。张雨禾，徐娇娇的前男友，职业是冰棍批发站配货员，有日常接触大型冷库的条件，动机为感情纠纷。初步怀疑他将徐娇娇冻死在冷冻车后，将尸体运回家中，布置完现场后畏罪潜逃，暂定为初步嫌疑人。不对，凶手绝对不是他。小明，谁让你动我工作资料的？啊？姐，我就是好奇嫌疑人是谁，
好奇你也不能乱翻，这个是刑事案件，不是你们小孩子该关心的问题。姐，我已经8岁了，而且我想帮你早点破案，你也能轻松点。破案靠的是证据和推理，不是小孩子帮忙。好了好了，听姐姐的话，我们一起看电视好不好？咱们看哪个频道？哎，姐，我不爱看电视，但我可以告诉你，你们抓错人了，真凶不是他。小明，你别闹了，队里现在已经锁定犯罪嫌疑人了。那是你们都被引导去了错误的方向。姐，让我说完，如果我说的没道理，从今往后，我绝不再碰任何与你工作相关的东西。好，那你说，但如果只是瞎猜，以后这些东西你想都不要想。姐，这个张雨恒失踪看起来确实有点像畏罪潜逃，也拥有作案条件，但是你们忽略了这个案子里最不合理也最关键的一个矛盾点。忽略了什么？犯罪嫌疑人的失踪时间。失踪时间怎么了？张雨恒在徐娇娇尸体发现当天就失联了，这与他作案后潜逃的逻辑完全吻合。不，那只是表面上的吻合，与真正的时间线对不上。今天下午，我以核实配送信息为由，联系了他负责的配送点。喂，你好。你好，我是冰棍厂的，来核实一下最近的配送情况。请问张雨恒师傅，这周有按时给您这边送货吗？张雨恒，他都好几天没见人影了。要我说，你们厂里到底怎么回事啊？其中站点的负责人证实，张雨恒至少已经好几天没有正常送货了，也就是说，他的失踪时间早于徐娇娇的推定死亡时间。那你的意思是，在徐娇娇遇害之前，张雨恒就已经失踪了？没错，姐，你们找到了张雨恒的冷冻车，还在车内发现了徐娇娇的皮肤组织，对吧？对，就是因为这个，我们就锁定了张雨恒为犯罪嫌疑人。可是姐，你不觉得很奇怪吗？奇怪什么？奇怪在你们只发现了徐娇娇的皮肤组织，除此之外什么都没发现。有可能是凶手处理过车内，所以凶手特意处理过的车内，为什么偏偏留下最明显的线索？姐，我怀疑哎，秦璐，新的冰棍厂的制糖车间不是在隔壁吗？你怎么把我们带到这儿来？这地方都荒废多久了？王主任，是这样的，我弟弟怀疑早在徐娇娇死之前，她的男朋友张雨恒就已经死了，而且觉得这里就是案发现场。啥？我说秦璐，你是不是脑子真的不清醒啊？现在所有的物证、动机都指向了张雨恒，你现在过来告诉我啊，他不仅不是凶手，还早就死了。小子，上次是你运气好，让你蒙对了一次，怎么着，还真把自己当成大法医了呀？啊，哼，一个小孩子靠着电话手表查点资料，就敢推翻整个专案组的结论，哼！哎呀，老王，你冷静点，来都来了，不妨听听。陈队，我们现在是在查命案，不是在陪小孩子玩什么推理游戏。这事儿要是传出去，就因为一个孩子的几句话，就让我们动摇了侦查方向，这队里的脸往哪儿放？我还有一堆报告要写，没时间在这瞎耗。要走请便，让情绪代理理性做判断的人，确实不适合待在法医队伍里。小子，你再说一遍。小明，你怎么说话呢？快给主任道歉。我说的都是事实，为什么要道歉？你面对不合预期的线索，第一反应
不是推敲，而是全盘否定。这不是专业素养缺失，是什么？好，好，你说的头头是道是吧？行，小子，今天在这儿，你如果能找到张雨鹏啊，或者能指出凶手是谁，我王强就当着所有人的面叫你一声师傅。哎，老王，你胡闹！陈队，我干法医干了15，勘察过的现场、精神、尸体，比这个孩子见过的活人都多。现在凭什么轮得着他来教训我？15年有什么用？法医学的深度从不靠时间堆砌，而是靠这儿。我想你当初的老师应该教过你。你不是要我找出真凶吗？凶手就在这儿。什么？小明啊，你说凶手在这儿，你有证据吗？哎，不是，陈队，你难道真的要听一个孩子在这指挥办案吗？张雨恒的嫌疑已经铁证如山了，不是靠他一句话就能推翻的。卷宗的物证分析记录记得不错，有一条应该是徐娇娇鞋底细缝检出高粘稠度麦芽糖浆残留。是又怎么样啊？徐娇娇是在送冰棍的冷冻车里遇害的，这沾上糖浆很正常呀，这算什么新证据？可我调查发现，全市还在用这种麦芽糖浆做产品的，只剩下这家冰棍厂。那你的意思是，徐娇娇死之前很有可能来过这儿？哎，就算他来过这儿啊，也只会去新的制糖车间，对吧？啊，他怎么会来这么一个废弃的厂房呢？好，就算他也来过这儿，那也没有直接的证据能够证明张雨恒就不是凶手吧？有，如果张雨恒是凶手，他作案后最合理的逃逸工具就是他自己的冷链车。可是他却没有开车逃逸，而是把冷链车停在最显眼的地方，就好像是故意让你们找到的一样。另外这2天你们翻遍了所有监控交通，都没有他的出行记录。一个大活人人间蒸发了，这不奇怪吗？那有什么奇怪的呀？他很有可能是选择我们现在还没有发现的交通工具逃走了。他逃不了，因为早在徐娇娇死前3天，他就已经死了。小子，我刚才说了，办案要讲究实际证据，不是靠你这一张嘴说说就行的。证据是吗？怎么办？干啥呀？在这怎么说？哎，能找到证据，这地方可是工厂是吃老的地方。证据就在这里。证据就在这里。什么这么难闻？这味道！哎，臭小子，这就是你说的证据啊？啊，人呢？凶手呢？你看看这除了这一堆破烂还有什么？我早就跟你说过，这个小子他什么都不懂，这纯粹是在浪费警力，耽误破案的黄金时间。还有你，秦洛，带着无关人员在这瞎搅和，干扰了破案的方向。回去之后立刻给我写检查。是主任。小明，你可把我害惨了。姐，你信我错不了。
味道就是从这桶底散发出的。哎，我跟你说话呢，你，老王，稍安勿躁，先看看再说。你们要的尸体就在里面，你们要的尸体就在里面。你说什么呢，小明？这上面都长草了，怎么可能会有尸体？小子，你不会还真以为自己是大侦探吧？啊？行，今天我就教教你，我要让你知道，这破案不是谁都能行的。啊，看看这灰，这地方荒废了至少小半年了，连基础的侦查都不会，还敢说尸体在这桶里？你是真把我们当傻子耍呢？啊！唉，大叔，就你这侦查基本功，还是跟我好好学学吧。我法医科主任，哈，跟你一个8岁的孩子学破案。哎，秦璐，你确定你弟弟的这脑子没被车给撞坏吧？小明，你别胡说。第一，这土颜色深，湿度均匀，且表面毫无干裂，且绝不会超过3天。第二，新运来的土地的种子却能在2、3天内发芽出叶，说明土壤里有极好的肥料，也就是正在腐败的尸体。难道你们进来的时候没闻到一股尸臭味吗？什么味儿？这么难闻？原来刚才那个难闻的味道是尸臭味儿。可是这个味道没有多大，你是怎么……姐，这是天赋。挖开！哎，不是，挖开，挖开！你说，这都挖了半天了，尸体呢？臭小子，你现在还敢说你刚才不是在胡说八道吗？报告主任，发现尸体了。陈队，封锁现场，马上联系局里，加派人手。王主任，死者身份确认了，就是失踪的嫌疑人张宇恒，死亡时间大约为前天晚上9点至10点之间。死者后脑枕部有单处挫裂伤，深达颅骨，还伴有明显的凹陷性骨折，初步判定为是被钝器猛力击打所致，损伤程度足以达到快速死亡。也就是说，凶手拿重物在后背致其死亡，然后捆绑、遗失、掩埋至此。从现有迹象看，是的，凶器大约是锤子、铁锹等钝物。姐，陈叔，你们错了。错了？哪里错了？错在死者的死因不是后脑伤，而是被活埋窒息而死。小明，你说什么啊？活活憋死的！哼，陈队，你看，这小子越说越玄乎了。哎呀，小子，我今天就再教教你，典型的窒息死亡有3大肉眼可见的特征：一，脸会憋得发紫；二，眼白处会有出血点；三，指甲会明显变紫。这
是法医学的基础。可是你看看他，面色苍白，没有紫钱，眼白处也没有出血点。你这个被活埋的定论，简直是天方夜谭。小明，王主任说的对，确实这些都不符合。姐，你信我？大叔，你说的典型窒息是指掐脖子、捂压口鼻导致的机械性窒息，对吧？是又怎么样？窒息就是窒息，有区别吗？区别很大。死者遭遇的是被泥土瞬间覆盖口鼻，导致气道完全阻塞的异物阻塞窒息。而这种情况下，机械性窒息的典型面容自然不会出现。大叔，这可是法医学中异物阻塞窒息和机械性窒息的鉴别要点之一，这你不会不知道吧？你少说这些虚的。你说他是窒息死亡，你总得有更直观的证据吧？你有吗？证据？检查他鼻腔深部、咽部，证据就在里面。查！主任，鼻腔深处有泥沙粘着。继续查，查咽喉深处。主任，咽喉部深处发现大量泥土团块，还真有泥。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人被埋时肺还在呼吸，只有活人才能把土吸进这么深的地方。大叔，你现在还坚持脑后是致死伤吗？15年，我干了15年的法医，现在竟然连这么基础的甄别点都忽略了。经验有时反而会成为盲点。我说过，不管是尸体还是任何可能的线索，你都应该认真倾听，为死者鸣不平，才是我们该做的。没错，你说的对，我确实太武断了。小子，你还真有点东西。老王啊，看样子你要真拜小明为师，跟他好好学学了。主任，这小明他就是运气好，撞了一下。主任，他跟你比，他还嫩着呢，不是？不管怎么说，小明也为我们提供了破案的方向。根据2起案情的分析，凶手是一个反侦查能力极强的人，而且对该厂房极其的熟悉。所有人听着，搜查该厂房及其周边区域，寻找符合特征的钝器，同时排查近期与张宇恒发生矛盾冲突的人，以及该厂之前的所有员工。是。秦璐，你带着尸体回警局进行解剖。小明啊，你已经为我们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线索，现在你跟姐姐回家好好休息休息，后面的事情有我们呢。好的，陈队。小明，我们走。等等。怎么了？凶手刚刚就在现场。小明，你这话分量可不轻啊！你是有什么线索了吗？你看这烟，对嘴湿润，烟头还冒着火星，而且还带有轻微醇液，说明刚熄灭不久。这一根烟头能代表什么？不对，从我们进来到现在，现场没人抽过烟。大叔，你之前抽的烟也不是这个牌子吧？我抽的是……哎，不对，你怎么知道我抽过烟？我刚刚是在外面抽的。我说过，我鼻子很灵，你身上的烟味儿和这烟蒂的味道截然不同。相反，死者身上的烟味儿恰好和这烟蒂一模一样。你的意思是说，这是死者抽的烟？不对啊，他不是……死者的牙齿、手指都没有长期吸烟的痕迹，他根本不抽烟。那么，他身上的烟味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被凶手沾上的。而这个味道一样的烟蒂，
就是凶手不久前抽的。炎帝信邪，凶手没有走远，怎么搜？齐洛，你保护现场，照顾好你弟弟。走。连烟土都要来不及采信，是听到我们进来，仓促躲藏吗？可这仓库也没地方可躲。原来如此，姐，来。小明，你确定人在里面？姐，这半边脚印错不了。看好了，好啦，臭小子，剩下的交给陈队他们了。哎呦，哪儿冒出来的小孩啊？不仅坏我好事，还整我！今天我要是能逃出去，我弄死你！我！不行！老张，蹲下！我说警官，你们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带走！哎，不是，走！哎，看清楚，你认识吗？不认识，我从没见过。他死了跟我有什么关系？不是，你们抓我干什么呀？不认识，不认识你藏在通风管道里。哎呦喂，冤枉呀！这样，我跟你说吧，我原来就是这个厂子里面的工人，最近这不手头有点紧了，就想着在这捡点破烂去弄点钱。结果你们一群人乌泱乌泱的冲进来，还都是警察。我看这阵场，我慌了，我这脑子一发热，我就躲进去了。哎，不对，秦宽，我捡破烂违法吗？你只是捡破烂吗？啊？千真万确，就是捡破烂的呀！我要是知道这里死了个人，你借我10个胆子，我也不敢来啊！你看，多晦气啊！陈队，这个人他的心理素质不一般，目前我们还没有能够证死他的证据。按照他的这套说辞，很有可能会解脱。老王，我们现在只有24小时时间，在这一个时间之内，我们必须找到证据，撬开他的嘴。哎，我说警官，这该说的我都说了，要是没什么事的话，你们先忙着，我就先走了啊！哎，等一下，你走不了了。哎，你是谁呀？人家警察办案子，你插什么嘴啊？再说了，老子什么都没干，凭什么走不了？因为人就是你杀的，你在撒谎。胡说什么呀？这谁杀人了？我说警官，你们现在办案子这么儿戏吗？啊，让一个小屁孩在这里指手画脚的。你没杀人，那你心虚什么？不是，你哪只眼睛看见我心虚了啊？你吴峰，曾经这个厂里的员工，工厂倒闭后，你开始干些偷鸡摸狗的事，维持生活。你说你不认识死者，但事实是，你们不但认识，还有很深的恩怨。不是小朋友，这饭啊是可以乱吃的，话不能乱说呀。我说了，我不认识他。是吗？
可为什么前天晚上9点，你还给他打电话？2个陌生人，半夜3更，有什么可聊的？我猜，你是把他约来这里，谈你们的旧账吧？什么旧账？我听不懂。调查他的手机通讯记录。吴峰，你每撒一次谎，你的嫌疑就更重1分。不是警官，我想起来了，我确实认识他，他是我以前的同事，不过就是点头之交。这电话是拨错了，我跟他什么都没说，也没约他到这里来，我没承认是怕惹麻烦，我真没杀人。点头之交？可我调查张宇恒人际关系发现，几个月前你偷换厂里机密零件，差点被告进牢里。后来是你跪下来求他，说一定偿还并换回零件，他才勉强同意暂不报案。但你也被原先的厂开除，这叫不熟？你胡说什么？我是不是胡说？原先厂里的员工都能证明。看来你的嫌疑很重啊！还不老实交代？不是警官，我是恨他呀，他害我丢了工作，我应该恨他，但是我跟他有仇，我也不能杀了他呀。你也知道这杀人是大事，是不是？他要讲究证据，你没证据，他就是污蔑，没证据，你们这就是乱抓人。证据当然有，而且就在你身上。哼，我说你们污蔑的也有点底线吧？你们要是有铁证，早就甩我脸上了，还至于在这跟我磨嘴皮子吗？小明，你这话可不能乱说，你有把握吗？你看他右手小臂上就有你想要的证据。你干什么？哎，别动！说，这伤是怎么来的？说清楚！听好了，这是我前几天喂流浪猫让它挠的，跟这件案子八竿子打不着啊！我再说一遍，我没杀人，我不认识他。快提取死者指甲缝里的残留物和他身上的疤痕去做 DNA 比对，我看他到时候还怎么嘴硬。大叔，不必了，指缝残留物我已经让我姐编号封存送检了，结果很快就会出来。你刚才就已经发现了死者指甲的异常，我们这么多人都没有发现，你是怎么？初步检查时，我发现死者指甲有断裂，且甲缝内有少量纤维，颜色不对，所以我提醒我姐重点提取了。现在你还有什么要说的？我说什么啊？老子还是那句话，人不是我杀的。小屁孩，你别以为我不知道，这指甲缝那点玩意儿一旦被污染了，这 DNA 它是很容易被降解的。提取做比对，你跟我俩在这演电视剧呢？我还跟你们说了，我还是懂一点点法的没有铁证，你们最多也就扣留我48小时，等时间一到，你们就得乖乖的把我放走了。吴峰，在检测结果没有出来之前，你确实是我们头号嫌疑人，依法我们有权对你进行留置审查。陈队，他说的也不完全是歪理，微量生物混合检测确实影响很大，如果真的比对不上，难道我们就真的这么把他给放了吗？喂，听见没有？你们老大也心虚，这48小时时间一到老子就大摇大摆的从你们局子里面走出去我看你拿什么留我，小屁孩，你等我出去了，咱们两个的账
慢慢跟你算。你要干什么？你敢动我弟弟一下试试？你这个混蛋，你连孩子都敢威胁！小明，你还有没有其他证据？这个人绝不能把他放出去。姐，王大叔，你们不用急，他走不了了。一个小屁孩，你毛长齐了吗？口气还不小，老子就在这等着，看你们拿什么留我啊！哎呦，你们现在一个两个的破案就靠小孩啊？也不过如此嘛！小明，你要做什么？小明，你这桶里这些划痕什么情况？死者被塞入桶中后曾恢复意识，这些是他在双脚被缚时用鞋底疯狂蹬踏壁桶所致。这说明他当时还没有死，并且经历了剧烈的痛苦，可是并不能直接指向。你们再仔细看看，这些划痕到底指向什么 ？WF 无风，没错，无风无风，就是你名字的首字母。这是在张宇恒精神涣散前用尽最后一丝力气留下的铁证。怎么可能啊？一个快要死的人，他怎么能做到这些？他用的是鞋底嵌入的石子，在反复蹬踏中一点点抠划出来的。人在濒死时爆发出的求生欲超乎你的想象。现在，请你回答我，一个和你素不相识的被害人，为什么会在生命最后一刻因死刻下你的名字？现在，请你回答，张宇恒是不是你杀的？我们这怎么停电了？小明，站住！站住！原来你不杀小孩，但谁让你多管闲事？小明，你醒醒，小明，起来了，小明，你这怎么还起来了呢？来，靠这儿。医生说了，你这是轻微脑震荡，需要住院观察。姐，我没事儿。吴峰抓到没？还有袭击我的人，他是左撇子，左手小臂有条疤。工厂附近的监控都报废了，人还没有找到。哎，行了，不说这些不高兴的事儿。看，姐给你挑个最大的草莓。这个啊，大点口啊。吴峰自首了，主任，这什么情况啊？不清楚，先看看再说。吴峰，谁把你从厂里带走的？军官，我都说了，我是自己逃走的。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不想进去啊。
那为什么又回来自首了？哎呦，那是我良心过不去啊！张玉衡的死啊，我承认，就是我杀的。没想到，老子计划了这么久，最后折在你个毛头小子身上。吴峰，交代你的作案过程，从头开始给我说清楚。好，我说，哎，好好记啊。3天前的晚上呢，我给张宇恒打电话，我告诉他，我现在跟的这个厂子它黄了，里面有好多零件，反正也没人用，是不是？我让他过来看看，顺便拉走，就当是抵我之前欠他的。哎，你不知道啊，这种人啊，特别爱占便宜，总觉得捏着我什么把柄了，他肯定得来。继续。我以为他死了，我想把他拖到桶边，想给他塞进去。我正准备搬他的时候，哟，他眼睛睁开了，他还没死。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命啊！作案动机是什么？就因为他告发你？要不是他当初他多管闲事，我会丢了工作吗？我会欠一屁股债吗？我老婆孩子都跟人跑了。他当初要是当作没看见，会有今天这一步发生吗？他就该死。他做的是一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毁掉你一生的是你的贪婪。哎呦，大道理谁都会讲，可现如今的世道，我告诉你，好人没有好报。我知道的是，好人他命长不了。要不是你个小孩搅局，你们警察在调查的时候，我早就在外面逍遥了。那徐娇娇呢？她也该死吗？谁？什么徐娇娇、李娇娇？我不认识。吴峰，到了这一步你还装？徐娇娇是张宇航的前女友，昨天被发现死在家中，现场被人精心设计成自杀，这是不是你干的？拍什么拍呀？手不疼啊？你也知道啊，张宇恒这事儿我认了，可徐娇娇我压根我就不认识。你们做警察的，你知道我杀一个人是杀，我杀2个人，他不还是杀吗？我差那一个吗？不认识，那他的鞋底怎么沾了你们厂在停产之前才有的麦芽糖？我该知道啊，我们那个厂荒了这么多年，那些野猫野狗都能进去。警官，他办案是要讲证据的，你要没证据，不能乱说，我可以告你的。杀人了还这么猖狂！吴峰，张宇恒的死就是串联一切的证据。你杀了他以后，用他的手机骗出了徐娇娇，在杀死徐娇娇之后，又精心设计了案发现场，这逻辑链条清清楚楚。好一个逻辑清楚啊！可千万别忘了，在法庭上，法官看的是逻辑吗？看的是证据。你亲眼看到我杀徐娇娇了吗？你要是没有直接的物证把我跟他联系在一起，就别废话。混蛋！
主任，怎么想打我呀？来，朝这打，来打了，正好让大伙看看你们这群警察是怎么执法的，怎么不打了？这纹身哪儿来的？年轻那会儿混社会的时候纹的。怎么纹身犯法呀？吴峰，问你话呢，老实回答。就一个破纹身，没完没了了还？这纹身必然和我的死有关联，但眼下先把案子破了才行。你要徐娇娇案的证据是吗？没错啊，当然要证据啊！我说你要没证据，你别瞎往我身上扣啊！叔叔不认的。你要的证据就在这儿。儿童小手表？不是，你们警察现在破案，全靠这个啊！我说小子，你一会儿要拿不出真东西，不能哭鼻子啊！来警局路上，我用手表去同步的部分云端资料，其中包括我姐姐现场取证时对徐娇娇手机做的数据镜像备份，现在刚好同步完成。徐娇娇的手机之前技术科已经检查过，里面有价值的信息被删得一干二净，如果想要恢复也需要时间。你是有什么新的证据吗？是删得很干净，但他忽略了一个地方，短信的草稿箱。草稿箱？看内容。我是徐娇娇，我被骗到了西郊老兵工厂，有人要杀我，他把我关进了冷冻车厢。如果我没能出去，凶手左手虎口有 K 字母纹身，一定要抓到他。我知道了，冷冻车里没有信号，他想求救，发短信却发不出去，系统自动将没发出去的信息存为了草稿箱。凶手在查阅手机的时候，只删除了已发送和收件箱，却没有想到还有草稿箱。马上核查徐娇娇的手机数据，重点确认草稿箱那条短信的真实性和创建时间。快！是。吴峰，还有什么要交代的？陈队，徐娇娇手机草稿箱里确实有这条短信，创建时间是她死亡当晚。另外，昨天在张宇恒指缝中提取到的皮肤组织，也确实有吴峰的 DNA。完了，2条命，我彻底完了。吴峰，现在你还有什么要说的？2条人命，你要是老实交代，或许可以判轻点。我都说，徐娇娇也是我杀的。吴峰，交代你的全部犯罪事实。杀了张宇恒之后，他的手机一直亮，一直响，是徐娇娇，她一直在给他发信息，说什么你在哪儿，怎么不回，赶紧回他之类的。为什么所有人都能有人陪啊，都有人惦记，就我他妈什么都没有？他们的生活还这么滋润，我看见信息我就来火，同时我还害怕，我怕徐娇娇她发现张宇恒他失踪了，她报警，你们警察在查案的时候顺着就能查到我跟张宇恒之间的一些过节，那我还怎么跑？我就想，我一不做，我二不休，我拿张宇恒的手机，我给徐娇娇发短信，我就说我在送货的时候我被撞了，我腿动不了了，我在西郊老厂这边，让他过来当把手。这傻女人，她还真信了，
他还真来了。然后呢？然后张宇恒呢？徐娇娇是吧？哎呦，张宇恒啊，他摔了一跤，腿动不了了。你来看看，快！啊！你干什么呀？后来我发现他不动了，我把他搬出来，我用张宇恒的车把他运到家里，然后在家里，我布置成自杀现场的样子，让你们警察过去调查的时候，以为是张宇恒杀了他啊，然后张宇恒自己逃跑了，这样我就更安全了。你这心思可真够毒的你。警官，该说的我都撂了，这2条命也够抵债的。不，你没交代清楚。不是警官，这2条命我还有什么隐瞒的啊？还有什么必要隐瞒吗？你这纹身，你确定不肯交代？我说过，那是我年轻的时候随便纹的。随便纹的？可我总觉得在哪见过你。满大街都是一样的纹身，你见过？很正常。哼，是吗？根据调取的档案来看，你在被张宇恒举报开除前，做了12年维修工，期间虽有小偷小摸，但总体算本分，甚至有些怯懦。可举报事件后，你就像变了个人，在短时间内不仅策划了针对张宇恒的谋杀，还紧接着布局杀害徐娇娇，并完成近乎专业的现场伪造与嫁祸。这种思维行动以及反侦查意识，不是一个被愤怒冲昏头脑、文化程度不高的工人能自发掌握的。说吧，你背后的主谋是谁？你看不起谁了啊？我是看侦探小说，我看电影，我自学了，我自学成才，不是吗？不是吗？不对，以你的犯罪现场来看，手法老练，步骤清晰，对心理素质要求极高。可这与你表现出来的冲动、易怒、破绽百出的表演存在根本矛盾。所以结论只有一个：你背后有人替你设计好了一切，他教你如何挥刀，如何清理现场，甚至如何应对审讯。而你手上这个刺青就是你们之间的标记，你并非主动，你只是一把被选中的被利用刀。我说的对吗？不对，没有人，就我一个人。我的计划很周全，我很聪明。要是我能再小心一点，你们谁也抓不到我，谁也抓不到我。这一切的功劳都是我一个人的，和你们任何人没有关系。别伪装了，吴凤。其实你内心深处不只是恨，你渴望被认可、被看见、被赋予某种价值，哪怕这种价值是扭曲的。而恰好你背后的那个人给了你这种价值感，他赋予你使命，让你觉得这些罪行有意义，让你错觉自己成了某个宏大计划的一部分。这个刺青就是你的勋章，而你很需要也很享受这种认可，对吗？我求求你了，你别说了，你别说了，你别说了，别说了！那个人是谁？怎么联系你的？他在网上找到我的，说能帮我解决问题，还能给我钱，让我纹上这个之后，我们就是自己人。在网上，他教我所有杀人的过程，他还让我叫他 K。那这个 K， 他为什么把你救走了，又让你回来自首？他让我把张宇恒的案子扛下来，撕咬着，说是激情杀人就不会被判死刑。他把我儿子带出国了，说是能给良好的教育。那这个人长什么样，或者有什么明显的特征？他长什么样子？对，他身上好像有一股香。怎么回事？拉住他！快，拿灭火
火器！快拿灭火器！快救救我！快拿灭火器！救救我！这好好的怎么就着火了呢？确实奇怪，这审讯室里怎么会有可燃物？真是邪了门了。陈队，从初步检测来看，火是从肚子这里燃烧的，有可能身上是沾了什么易燃的物质，所以在特定条件下才引燃。但是现在凶手尸体的损害太严重了，具体的呢，等我把样本送到那边仔细检验一下，才能知道结果。衣物燃烧？不可能，他的衣服上也没有什么特殊的东西。我刚才想揍他的时候，也没闻到有什么特殊的异味。你个混蛋！给我镊子。是白磷。白磷？怎么可能是白磷？白磷要是沾到衣服上，根本走不到这里。而且白磷燃点低，一旦沾到衣服上，走几步就会自燃的。没错，从我们扣押到审讯的整个过程，他的动作也有很多。如果真的有白磷沾在衣服上，那早就烧起来了。你们说的对，死者衣服上的确没有白磷。那如果白磷是在他体内呢？体内？小子，你知不知道把白磷吞下去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他的喉咙和食道会被严重的灼伤，他怎么可能心甘情愿地吞下这种东西？好，退一步讲，就算是他自己心甘情愿吞下去的，但他胃里也缺乏足够的氧气，所以很难像刚才那样迅猛的燃烧。直接吞咽固体白磷确实不可能。那如果是被某物质包裹起来的白磷，就会轻松吞下。包裹的白磷，这说不通啊！吴峰之前还在极力的为自己争辩，明显是不想死。像他这样的人，怎么会心甘情愿吞噬像定时炸弹一样的东西？是，但要是他不知道里面有白磷呢？不知道里面的成分，却依旧毫无防备吞下的东西，那一定是他日常接触不会起疑的物品。那很有可能是每天要吃的东西。我知道了。秦璐，你来说。是胶囊。死者每天要服用药物，而且凶手也知道，所以他提前将胶囊中的粉末换成了白磷。死者服用药物之后，胃酸慢慢化解了胶囊的外壳，白磷逐渐暴露在胃里的狭小空间内，逐而缓慢的氧化蓄热。没错，我之前走访了解到，吴峰有高血压，每天早晚各服一次降压药，是雷打不动的习惯，而药常年放在他工装内侧口袋里。那一切就说得通了。白磷通过胃部慢慢氧化蓄热，但是一直没有达到燃点，直到他刚才讲到关键信息的时候，情绪激动，血压飙升，体温升高，体内脂肪迅速氧化，温度瞬间突破白磷燃点，于是就从内而外燃起来了。大叔，这次反应挺快。用不着你小子夸我。不过白磷的获取渠道非常严格，凶手不仅能获取白磷，而且完全了解它的特性。这么说，凶手既能接触到白磷，而且具有非常专业的知识。能够换掉无风药的人，一定是和他有亲密接触的人。那听你们这么说来，我想到一个人。谁？陈队，胶囊在胃里溶解的时间大约为2个小时，而2个小时之前，吴峰刚刚服用了药物，本来要交代所有，就被黑衣人给带走了。所以，我现在严重怀疑，杀害吴峰的凶手，有可能就是那个黑衣人。
凶手把吴峰带走，不是为了让他应对审讯，而是为了灭口。但是如果这样的话，那半路把他杀了，岂不是更简单？为什么要把他送回来，来一个自焚？小明，你有什么看法？这也是我想不通的。单纯享受杀戮，挑衅警方，还是别有目的？我暂时也给不出答案。老陈，我听说你们一队破案了，嫌疑人在审讯室里自燃了，这是怎么回事啊？这什么情况？审讯室里为什么有个小孩子在这里？谁带来的？立刻让他出去！刘队，这是我弟弟，他……我不管是谁的弟弟，这里是办案现场，不是托儿所，马上把人带走。钱路，你也是老同志了，这点错误还能犯？切，姐，我先出去了。哎，等等，刘帅，你什么意思？我什么意思？王强，我都要问问你什么意思？我按规矩办事，有问题吗？有问题。这小子是我们队特聘的小法医顾问，案子能破，多亏了他。你跟他说话这么不客气，那就是有大问题。王强，雇一个小孩子当法律顾问，你们一队是没人了吧？刘队，这件事我会写一个详细的报告给局长的。不过这孩子确实为我们这案子提供了关键的思路。老陈，我可要告诉你，犯人自燃这件事情可大可小。如果你要是让这个小孩子协助破案，这件事情传出去，你们一队的脸可就丢光了。那你觉得破案重要，还是脸面重要？人死了，真相还在。如果因为所谓面子就放弃线索，那穿这身衣服是为了什么？这里还用不着你来教训我。哎，我觉得他说的没错，我们办案就是要为死者说话，不是为了谁的脸面。刘帅，你这个性子是不是得改一改？怎么跟我之前一样啊？你行，我不跟你争。我这一次来其实是局长发话，这件案子如果再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就由我们二队去接手。哎，你们二队的话就不用了，我们已经有了办案的突破的思路。凶手精通化学，对人体骨骼非常的熟悉，而且能够接触管制药物，这属于高智商犯罪。这么快？这尸体都还没拉回去解剖呢吧？用不着解剖，我们的小法医看几眼就够你们二队查3天的。王强，我记得你以前最讨厌人家对你指手画脚，怎么现在被一个小孩子收拾的这么服服帖帖的？我看你们一队全部都魔怔了吧？相信一个小孩子的话，简直是胡闹！这个案子要是破不了，就不要再硬撑了，赶紧交给我们二队接手吧。再有人伤亡，到时候问题可就大了。3天？你说什么？这个案子3天之内，我会找到凶手。3天？你们一队现在办案靠做梦了是吧？小明，你确定3天不是儿戏？确定。刘队，你听到了，3天，3天之内我们必定把凶手揪出来。我也相信我弟弟。信？拿什么信啊？一个小孩子的异想天开吗？老陈，要是3天之后没做到该怎么办？总不能这上下嘴皮子一碰，这事就了了吧？刘队，如果3天之内我们没有抓到凶手，以后局里的案子你们二队先选，我们一队选你们剩下。你这是下军令状吗？行，如果你们3天之内交不出来凶手，那你们一队就等着退2线吧。哎，刘帅，别光说我们呀，我们要是做到了呢，那你和你的人怎么办？行，要是你们一队真能靠这个小孩子3天之内抓到凶手，我们二队以后在局子里见到你们一队的人，低头绕着走，行吗？好，这可是你说的，一言为定。嘿，正好，我这眼睛呀也能落下个清净，也不用再看谁的脸色。行，我看你能得意到几时。走。哎，小子，我们一队的脸面和饭碗可就全压在你身上了。
小明，你压力也别太大，我们大家都支持你。3天，我们一起努力。对了，金洛，下午局里有一个退休的法医讲座，是郭启元教授的，你带秦明过去听听，看看对他有没有帮助。郭教授，那可是业界泰斗。好的，陈队，那我收拾一下，立马带他过去。师傅。哎呀，是啊，这一个讲座好不容易审出来是，搞不着。对，我跟你说啊，郭教授可是我的偶像，厉害了。我这些法医知识啊，都是在他书上学的。听说刚刚去世那个大法医秦明也是他的学生，可惜啊，天妒英才。天妒英才吗？可我是被谋杀的，凶手如今没抓到，是我辜负了师傅的栽培。来了，我跟你说，郭教授呢，他不仅学术权威，而且侦破了很多轰动全球的大案，可以说呢，是拯救了无数的家庭和生命，也算是在我法医路上的引路人。的确，老师当初也是我的引路人。秦明，这是你破的第一个案子，果然没有让我失望。老师，我会努力的，我以后一定要成为像您一样的人，修身正德，博学明鉴。可我还没等到让他骄傲的那一天，就不明不白的死了。啊？你说什么呢？什么你的引路人？没什么，就是听了你的话，想到些往事。你个小屁孩，哪来的往事啊？人小鬼大。而法医手中的这个刀，不是为了切割尸体，是为了切开迷雾。每一道伤痕都是死者最后的证词。这疤，不可能，绝对是巧合。老师那样的人，怎么可能是凶手？好了，今天的报告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啊。走，你好，教授，我是市局法医秦璐，您是我的偶像。秦璐啊，我听过，你们陈队提起过，说你们队里边有一个非常拼的年轻法医。真的吗？其实我入行就是受了您的影响，您拯救生命的过程让我为之动容，所以我发誓一定要成为像您一样的人。很高兴我的事迹能激发年轻人对法医事业的兴趣。你们在一线工作辛苦了。不辛苦。那个教授，方便加您一个联系方式吗？以后有专业的问题，我也想请教您。当然可以了。年轻人谦虚好学是个好事儿，我从来不怕麻烦。还能再请您签个名吗？您看方便吗？没问题。不对，这握字，握笔的姿势，发力的角度，和凶手握刀的姿势完全一样，而且两人都是左撇子。郭教授您好，我叫秦明，是秦璐的弟弟。啊，你好啊，小朋友，看来你这个弟弟是个小法医迷呀。没有吧？看来是我眼花了。他呀，就是爱看点侦探类的小说，在里面还学了一些东西。这查案的时候还帮了我不少忙呢。哦，这么厉害呢？看来是后生可畏啊，小朋友。我有一个徒弟，也叫秦明，是一个非常优秀、有天赋的人。只是可惜呀，小朋友，希望你长大之后一直坚持这份热爱，为法医事业做出贡献。老师，请，我会继续走下去，把您的衣钵传承下去。我一定会的。好，有魄力。时间不早了，我该走了。
好，教授再见。小明，快点跟教授说再见。郭教授再见。再见。对不起，教授，没事，你没事吧？没事吧？没事。是。这不好意思啊。谢谢你啊，小朋友。好了，走了啊。不可能的，师傅左手没疤，左撇子也是很久以前就有的习惯。师傅一身光明磊落，我怎么能把他和凶手联想在一起？想什么呢？从听完讲座回来就魂不守舍的。没什么，可能就是有点累。真的假的？你可别有事瞒着我啊！真的。行吧，这些天呢也辛苦你了。哎，这样吧，姐出去给你买点好菜，好好犒劳犒劳你。刚好一会儿陈队和王主任要过来讨论一下案子的新线索，刚好留他们一起晚上吃个饭。好，少看点事。走啦。陈叔、大叔，你姐呢？我姐下去买菜了，等会儿给你们做顿大餐。走。小明，按照你之前提出的方向，我们筛查了所有的关联人员，其中有一个人的嫌疑比较大。你看看，重点嫌疑人连俊，42岁，化学老师，有非法制毒前科。看守所记录显示，他和吴峰有过交集，两人近期通话频繁，走访也证实，他们私下见过好几次面。小子，怎么样？凶手是不是他？不是他。为什么不是他？这个人既有专业知识，又有条件能够接触到学校实验室的化学物品，他还有犯罪前科，而且还和吴峰有明确的交集，这条件还不够完美吗？小明，说说你的判断依据。很简单，看犯罪风格。你说什么？犯罪风格？简单来讲，就是犯罪心理画像不一致。嫌疑人连俊之前的罪行是非法制毒、贩毒，而这类罪行是牟利和盈利，追求的是在暗处完成交易，隐藏式犯罪。但 K 他的风格完全相反。K 的话，好像是在展示他对生命绝对的控制力，对警方的嘲弄。没错，这是一种带有强烈表现欲和掌控欲的犯罪，而这种表现和嫌疑人功利的犯罪心理画像来看，根本是两条路。我们可是按照条件筛查了一遍又一遍，现在符合条件的就只有他一个人。如果连他也被排除了，那我们再想找到凶手，就真的成大海捞针了。现在还剩下1天时间，难道我们一队以后就只能接2队剩下的案子，就这么当缩头乌龟吗？哎呀，老王，冷静点。其实这结果在我预料之中，凶手心思缜密，心理素质极高，并且拥有绝对的自信，自然不可能留下明显的线索，让我们轻易摸到的。那你说该怎么办？3点时，现在就剩下1天了。姐，喂，小明，要不要吃冰淇淋？姐，你怎么了？姐，你还在吗？听到吗？出什么事了？姐。喂，指挥中心，我是1队的陈默，我们队的齐路警官疑似遭遇绑架，最后的联系地址在他家的附近。对，
立刻启动紧急预案，调取周边所有的监控，搜查到最后的位置。不用了，陈叔叔，我已经找到了，这是我姐手机信号消失后的精准坐标。那还愣着干什么？赶紧走啊，去救人呀！来不及了，通讯是被物理破坏中断的，说明对方行事果断，有备而来。等我们赶过去，人早就不在原地了。去总比不去的强吧？那我们就待在这儿，干着急吗？陈队，我们马上出发。等等，小明，你是不是已经有办法了？给我10分钟。10分钟？10分钟你能干什么呀？10分钟找到我姐位置。哎呀，别打扰他。不，陈队，那我们现在干什么？就在这干等他吗？老王，我已经让周边的同事和刑侦队其他的人已经过去了，封锁现场，严密勘查，看看有没有目击者和其他的证据。我们现在过去也未必有他们快，不如在这等小明，结果出来了，我们好调整方向。小明啊，你现在是在分析什么？我姐为人善良，生活简单，从未与人结怨，凶手偏偏在这个时间点绑架她，目的绝不简单。我能想到的只有这几起案件的幕后黑手 K。 他这么做一定有他的原因，就像连环杀人案的凶手选择受害者往往遵守标记或规律，只要找到这个规律就能推到目的，甚至预测他可能带我姐去的地方。如果硬要说，徐娇娇、张雨恒、吴峰确实也算连环案，可是一般的连环案都有固定的模式，比如说相同的地点、相似的死法，或者凶手在现场留下特殊的标记。可是这几个案子死法完全不同，现场又没有发现共同的标记，这哪来的规律呀？错，凶手有杀人规律，就是这个啊，五行图。这是什么？五行图？你的意思是说，凶手不是随机作案，而是根据这五行规律来筛选受害者，设计杀人的手法？没错，第一案徐娇娇死于低温冻伤，寒气属水，对应五行中的水。第二案张雨恒被活埋于土中窒息，对应土。第三案吴峰体内白磷自燃，对应火。凶手每次将现场伪装成另一种死因，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掩盖这个核心规律，混淆警方视线。他不是为了杀人而杀人，他是在用金、木、水、火、土这五行完成某种仪式。那按照这个规律，五行还剩下金和木，难道还有2个预设的受害者？那秦璐她岂不是……我姐不会有事的。小明，别急，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好好想想，属性为金和木，凶手会以什么手段？没错，通过分析凶手可能使用的手法，就能推断出场所，这样就能缩小搜索范围，更快的找到你姐。金主杀伐，对应的死法可能是锐器刺杀、切割。木主生发，也代表束缚，对应的死法可能是绞杀、勒毙。勒毙绳子。绳子代表木，所以我从一开始就入局，对应五行中的木。那这样的话，只剩一个金，五行即可集齐。金，我姐姐对应的是五行中的金。不是，这又是哪儿得出来的结论？现在可不是凭感觉瞎猜的时候，万一要是猜错了，那可就没有时间。不会错的，具体原因现在来不及详细解释，你们听我的就好。小明，你现在是在找什么？根据我姐最后消失的位置，排查附近场所属性金的地点，这些地方都有可能成为凶手犯罪场所。属于金的地方，那可就广了，金店、金库、五金行等等。如果按照这个方向去撒网的话，目标这么多，我们根本时间不够啊。
喂？什么？现场发现了秦璐被踩碎的手机，还有呢？好，我知道了。现场的同志发现了秦璐被踩碎的手机，还发现了一个西郊金属回收公司的临时出入牌，这或许就是凶手的目的地。啊，走，赶紧去救人！走。不对，凶手如此缜密的人，怎么可能留下如此明显的线索？他是在故意误导警方。哎呀，不管是误导还是诱导，那我们也得先过去啊！我们要是晚1分钟，你姐的危险就会加重1分。找到了，完美符合基因的场所，我姐就在这儿。法医鉴定中心。哎，小明，你确定你姐就在这儿吗？这也太慌了吧！她在这儿，我肯定。老王，小明什么时候判断错过？是救他亲姐姐的，他肯定比平时更准了。到了，就是这儿。那还等什么？赶紧进去救人呐！慢着，刘帅，你怎么也在这儿？我怎么不能在这儿？我听说你们一队不仅没有抓到连环杀人案的凶手，反而自己队的法医也被人家给捧走了。调度中心接到线索，说在西郊的金属厂，你们不去追查线索，跑来这个鸟不拉屎的法医鉴定中心是干什么呢？怎么，又是你们队的这个小法医的直觉？关你屁事儿！让开，别妨碍我们救人。就是。老王，你干刑侦也不少年了吧？这门上积的灰没有半斤，它也有8两，里边怎么可能会有人呢？秦璐现在生死未卜，每1分钟都很宝贵。你们不去救人，反而听信这个小孩的断言，在这浪费时间。小孩，本来你姐呢是有机会被救出来的，可是现在被你白白的在这浪费时间，怕是救不出来啊！你夏虫不可语冰，你要是在这里多啰嗦1秒，耽误我救我姐，我绝不会放过你。怎么回事？这小屁孩的眼神怎么突然这么瘆人？哼！哎呀，我好怕呀！老陈，你们队里这个小孩本事不大，脾气倒是不小，还威胁上我了。小屁孩，你跳起来能摸到我膝盖吗？还敢在这威胁我？杀人用无形的方式有很多种，动用武力是最低级、最愚蠢的一种。你想试试其他方式吗？小孩，就你这个年纪，屁大点字儿不识几个，知道什么是杀人于无形吗？真是天大的笑话！算了，我也不跟你这一个小孩在这争执，免得人家出去说我刘帅欺负一个小孩。我今天来就是要看看一队到底在搞什么名堂。你们不是说人就在里面吗？好啊，那我现在就推门进去看看。秦璐，你们一队的秦大法医究竟在不在里面？这门不能开。小明，你不是确定你姐就在这里面吗？哎呀，再耽误下去，你姐就会更危险了。是白灵，如果我没闻错，房间内部靠近门口的位置，很可能被凶手放满白磷粉，而这道门一旦我们贸然打开，会有大量氧气灌入房间内。哦，我知道了，氧气和白磷接触之后，就会立刻大面积自燃，甚至还会引起爆燃。到时候整个房间很可能就会变成一片火海。装，继续装。一个屋子里装满了白磷，那凶手怎么出来呀？啊，他是会穿墙啊，还是会瞬移啊？依我看，这房间里根本就没有人。你在这儿故意拖延时间，不敢进去吧？这道主门是陷阱，凶手不可能把自己困死在里面。这房间一定有其他入口。
姐，小明，小明，你别管了，这是陷阱，你们快走！这是陷阱，快走！姐，别说话，洁身体脸，我知道。这是什么鬼东西？怎么摆个冰块在这？哎，别碰！这冰块是用来固定刀的，等冰块融化到一定程度，刀失去支撑，就会直接掉下来，刺穿我姐头颅。这他妈是个定时的杀人机关！啊！我把这个架子移开。不能移。为什么不能移？要是冰块化了怎么办？你看这儿。这架子是机关的一部分，一旦被移动，鱼线就会拉动，门口处的白磷粉，粉落入高浓度酒精里就会……酒精和白磷，那岂不是会爆炸？这是凶手精心设置的局，只要我们急于救人，反而会触发团灭。所以这是一个双重触发式机关。如果刚才我们从外面破门而入，氧气涌入，引燃白磷，同样也会发生爆炸。小明，那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先救我姐出去，再处理这些东西。大叔，你先用衣服在刀子正下方兜着，万一有意外也能做个缓冲。好。小明，小明，你们别管我了，你们快走，太危险了，快走啊！别动！姐，我们怎么可能抛下你不管？前路，你可别乱动，万一触发了机关，我们可就都走不了了。姐，我给你松绑，你一会儿动作要轻，千万不要碰到架子啊！慢点，小明，小明，你别管我了，你快走，这太危险了，快出去！姐，我是男子汉，我得保护你。哎呀，你别管了，你快走啊！姐，我不听。好了，小明，你就别吓唬你姐了。啊，刚才我们已经按照你说的，把白磷都装进了密封袋，这次保证爆炸不了了。陆晨呐，这都快20分钟了吧？人呢？我看这人根本就不在里面。他们两个不肯出来，怕是在里边想着怎么圆这个谎了吧？老陈，不是我说你，你们一队呢，要是输不起就直说，这以后所有的大案要案就由我们2队来接上。你们一队啊，就专门去处理那些鸡毛蒜皮的邻里琐事就行了。聒噪！原来男生也这么爱嚼舌根吗？一队永远是一队，但是刘队长，这你们2队以后看见我们是不是得绕着他走了呀？哎，这可是你自己亲口说的。青鹿，你真的在里边？是怎么让刘队失望了？托王主任和小明的福，我活着出来。玉帝，你们两个还真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都是一样的牙尖嘴利。王强，我告诉你，咱们的赌约可没完呢。咱们约定的是3天之内抓到连环杀人案的凶手，现在距离最后的期限只剩不到12个小时了。人呢？凶手呢？在哪儿呢？凶手，我早就知道是谁了。小屁孩，你知道凶手是谁？吹牛不打草稿。你既然知道凶手是谁，你怎么不去抓他呀？难不成留着他过年吗？我告诉你，抓人是要讲究证据，讲究线索的。空口白牙，谁不会说呀？刘帅，你给我嘴巴放干净点！这个小子，他说知道，就一定能够找到证据。行，那我等着瞧。要是你们抓不到凶手，
到时候可要愿赌服输，不能赖账。我们一队永远不会耍赖，倒是你们，我也希望你们到时候能够说话算数。我等着瞧。哼！小明，你说你知道凶手，你有几成的把握？10成。我不仅知道凶手是谁，还知道他现在在哪，现在赶过去还来得及。不许动！警察，我的计划到底还是被你发现了。秦明，你终究还是找到了这里，我是该夸你聪明呢，还是要怪你多事？阻止你用他人的生命去完成自私的仪式，这难道不是理所应当？看来你参透了不少，说说看，你是怎么找到你姐姐并救下她？我设计的金理论上万无一失，只要时间一到，她死，我的金计完成，五行闭环的能量就能达到圆满了。五行中的金对应西方，姐姐是法医，手术刀是她最熟悉的金属工具，也是她信仰的起点。而五行中的金木水火土，金打头，也代表了你的信仰。所以你想让金祭品死在你们信仰开始的地方，在西方位，并且和你信仰有关，只能是你第一次执教的研究院。至于你的机关，确实很有算计，一般人也难以破解。但你算漏了一个变量，我的出现恰好能改变你所有预设。精彩！小小年纪观察的挺细致，还能揣摩人性。不过你的出现的确改变了我的计划，包括现在，你是怎么知道我会回到这里完成最终仪式的？五行闭关理论，金木水火土相生相克，循环不息。你从土开始，历经木水火金，金结束，所以你必须要在这里亲眼看着循环闭合，完成最终仪式。你确实很厉害，没想到我败在了一个8岁小孩的手。不过也罢，仪式没有完成，一切都该结束。小子，你的这份敏锐执着，包括不肯放过一丝黑暗的韧性，很像我曾经的一个徒弟。你徒弟要是知道你变成如今这番模样，会怎么想？郭启元教授，郭教授，小明，你在说什么呢？没想到我的身份早就被你看破。郭教授，怎么会是你？你为什么？郭老，你怎么会？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怀疑我的？从你手上无意露出的疤痕，还有握笔的姿势开始。但真正让我将你与 K 联系起来的，是礼堂那次，你不小心散落的资料里那张手绘的五行图。我这道疤用仿生皮遮了快半年，自认为天衣无缝，没想到百密一疏。郭教授，您是法医界的灯塔，
您写过那么多的论文，教过那么多的学生，您拯救过无数冤屈的灵魂。您一直告诉我们，法医的要义是为生者全，为死者严。可是你却亲手制造了死亡。是啊，师傅，为什么？因为你教我的一切，难道都是谎言吗？为什么？因为我拯救了很多人的生命，却拯救不了我自己。看到了吗？这些疤，癌症晚期，全身扩散。医生说，最多不超过3个月。我一生信奉科学，钻研人体，但是到头来，科学给了我什么？一纸冰冷的死亡判决书。可是我不甘心，我翻遍了古今中外所有的典籍，终于在一本古书上找到了希望。五行续命禁术，以5条生命为基，对应5行，在特定的时辰、特定的地点，引动元素之力，就可以逆天改命，重塑生机。可我是法医呀，我怎么能杀人呢？所以，我找到了他们3个罪孽深重之人：徐娇娇私自贩卖掺假保健品，致人伤残，对应水之毒；张玉恒虐杀流浪动物取乐，心理扭曲，对应土之浊；吴峰制毒贩毒，祸害无数家庭，对应火之虐。他们都有罪，死不足惜。用他们的命换来一个真正有价值的我，还可以拯救无数的生命，我有什么错？可他们都是活生生的人，你这样做跟杀人有什么区别？杀人犯只会杀人，而我呢，可以拯救千千万万的生命。田洛，你确实是个好人，没有做过恶事，但谁让你是金属性的极佳载体，是我能找到的最接近极致纯粹的人，所以我只能对你下手。那秦明呢？他把你当父亲一样敬重，你为什么要杀了他？秦明，秦明是我最优秀的学生，就像我的孩子，太聪明，太敏锐，太正直。他在调查陈年旧案的时候，无意间触及了 K 和5行理论的边缘，他起了疑心。他在私自调查这件事，我奉劝过他，暗示他有些深渊不能触碰，但是他不听，他执着于真相，就像你一样。可是，我不能让他再查下去了，我不能让他毁了我最后的希望，只能让他成为仪式的一部墓主束缚。他纯净、善良，被真相的执念所困，是完美的目击品。那天晚上，在他书房，是我亲手，那是我这辈子下过最重、最脏的一刀。可是为了苍生，为了拯救更多人，我不得不做。你错了，生命的长短从来不是衡量正义与价值的尺度。你用罪恶换来的延续，每一分每一秒都渗透着肮脏的血，那不是活着，是诅咒，是比死亡更可悲的沉沦。如果秦明还在，他绝不会理解你的苦衷，他会用最确凿的证据链亲手将你逮捕归案，这才是他会做的事，这才是你教给他的真正的法医精神。像，太像了。说话的语气，看问题的角度，就连这股倔强，都像极了我的小名。你说的对，这条路我走得太脏
太远了，远到我都忘了当初为什么出发。我对不起很多人，最对不起的就是秦明，是我夺走了他的一切，包括未来。西产，你这种方式活着是罪，那就让我亲自给他道歉吧。不要！住手！师傅，救我！小明，你妈也来见师傅了，对不起，师傅走错路了。陈默呀，这次连环杀人案能这么快告破，你和你的一队功不可没。局里决定为你们请功。局长，不瞒你说，这个案子之所以能破呀，全靠这小秦明，秦璐的弟弟。从徐娇娇案的开始，到最终锁定了郭教授，每一个重要的环节都少不了他的洞察和推理。哦，早有耳闻，咱们局里来了一位小法医奇才，没想到年龄这么小，本事这么大，真是英雄出少年呐！那可不，这破案呢，靠的不是年纪，靠的是脑子。可是这个有些人呢，就是眼睛长到了头顶上。哎，现在打赌输了，这以后再看见我们，是不是得绕着道走啊？好啊，既然有功啊，就该奖赏。秦明小朋友，我以市局的名义决定授予你荣誉小法医顾问称号。小明，你真是太棒了！爸爸妈妈的在天之灵也一定会为你骄傲的。郭，他死。没关系 ，K 也命存在，让我们敬 K 这余生。